在雪山下，哪怕吃的粗茶淡饭，美味。来到了很开阔的一个风景面前，有海子，有溪流。你看，那么这个马队驮人呢，就是驮到贡嘎措。贡嘎措距离牛南海还有2.5公里。这里还有一些藏族的当地人啊，提供导游呀，还有驮包的服务。哇，这个水真绿呀，特别澄澈啊！哇，这乌鸦黑压压的飞在头顶，把这个炙米饭消灭了，减轻重量，这500克的重量，然后把这个矿泉水喝了，一下子可能能减轻700-800克的重量，从山脚下一路带上来的，16块钱。你看，在这样湖光山色的地方，哪怕是吃什么粗茶淡饭都是很美味的。这是一份剁椒牛肉饭，发热包。好，将米饭倒入到这个湖边的栈道，原本是给人们拍合照的，坐满了这个吃午餐的人啊，坐地上的。所以我把我的午餐拿到了一块石头上面，找一个隐秘的角落吃个午饭，就在这个大石头上，就在这里吃午饭。站到这个高台上看贡嘎措，哇，那边水流声好大，哇！我只有离开这个嘈杂的人啊，我才能感受到这个自然的美。随便找的位置还挺好啊，这个高的地方刚好以雪山为背景。这个加生的米饭耶，加生也得吃了。好多人都是以贡嘎措为这个中转站啊，不对，这叫休息站，在这里吃午餐。哇，米饭熟啊，太阳出来大了，睁不开眼睛。一勺剁椒牛肉，一勺米饭，好油腻啊，挺下饭的。还挺好吃的。我感觉我这个位置比在湖边那些吃的人还更好，安静，不受打扰。这个是我的，感觉风吹下来了。这个是别人的，帮他捡一下吧。湖里面有一只鸭子。出发牛南海。12点45出发，牛南海从贡嘎措，大概要用10多长时间。这些冬虫夏草啊？是的，一根15，大打10。
说不出话了。刚才问了个路上小哥，他说从这里到牛奶海快的话2个小时，那岂不是要2点45才到？方知百灵。我在想，这个环境显得人那么的渺小，想要在这种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，或者说长期的定居啊，那需要就是村寨之间、人与人之间要非常团结啊。快速通过。不知道能不能成功走到牛奶海，是时间的问题，因为旅行团它有一个固定的时间让你出到景区门口，如果超过这个时间的话，你只能花300-400块钱打车去到稻城县的这个酒店。但是呢，我一边拍摄一边走那么远的路的话，其实时间非常赶。然后呢，这种情况下压力有点大。坦白说，一路上有过好几次说差不多了，适可而止，见好就收，有一点点想放弃的念头。如果我真的能走到牛奶海的话，那真的是太棒了。我刚才从贡嘎措走了才0.6千米耶，因为还有1.9公里。主要是这些路啊不好走，一个人有压力的时候，这个体能消耗的特别快。哇，这人太多了，我感觉我可能坚持不到牛奶海了。我的体力已经是不说接近极限吧，去它的我不想坚持了，太。雪山涌水，看一路上是那种极度疲倦的年轻人，现在是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，因为我的体力、身体状况很差，我的右胸有点痛。这个牛奶海的风景对我而言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的那个很执着的心，我觉得都来到这个地方了，没有走到终点，可能是个遗憾。
内心很纠结。因为我胸好痛啊，我这个右胸这个地方，还不是体力的原因，也不是高反的原因，加上又有时间那个一个限制，所以压力有点大。饲养鸡租用，小巧便利，携带方便，持续饲养。这边还有增加。我真的很想走到上面啊，然后大喊一声“我做到了”。现在是勇气跟恐惧的一个 battle， 互相拉扯。我的天啊，还有1.6公里，金刚线挑战！啊，加油，加油！路上很多都是在犹豫，想要放弃的人们，有一些人，放弃了，有一些人坚持下来了。我不知道我是哪一个。我这胸这么痛呢？昨晚基本上一夜未休。我决定放弃了。这是我在国内拍视频这3年多来，但凡这种成熟景区，第一次没有做到不达目的不罢休。因为我这个右胸好痛，我感觉不要逞强。高反我不怕，体力我不怕。看，朋友，这是我的地方，在这地方牛奶海在这里，1.6公里。我胸好痛啊，我不爬了。这位大姐60岁了，她说我们都爬2个多小时了，还差一点，她怎么也爬到顶。她说这一路我放弃的念头有过好多次。放脚了，再也不来了。刚才我有点激动，问了一个帅哥，我说这是到了吗？他说那只是个观景台，还早着呢。怕我死在路上了。如果我能爬到顶的话，我真的觉得是奇迹一般的事情，因为在路上，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简直无法想象我能登顶。我要像那种洞穴求生的人一样，就是用尽办法保留任何，哪怕最小的一丝体力，就是为了活下去，为了等到哪怕10年后等到救援团队的一个到来。这次最大的困难就是我右胸好痛，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。在路上，很多上行的人会非常疲惫的问下来的人：“还有多久？还有多久？”好像是求救命稻草一样，想要得到安慰，说：“快了，快了！”我决定再也不问了，殊死一搏，豁出去了。你氧气瓶盖子掉了。这都不是半途而废了，这是目的地近在眼前。如果还放弃，可能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遗憾。我天，还有那么远，
拼了命了，真的拼了命了。我已经不去想，像我身体出现那么多不适症状的时候，还硬坚持往上爬，究竟是鲁莽还是勇敢？已经不去想这个了。曾经第一次去西藏，那时候是央视委派我作为导演去那边拍摄纪录片，当时的高反是非常严重的，一夜未眠。然后呢，我们的领导就给我打电话的说，你还是量力而行。如果说有生命危险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就是量力而行，你飞回北京吧，我们不会对你有任何的这个责怪。当时呢，我都坚持下来了。哦，从这个地方到牛奶海只有800米了耶，指可待，指可待，梦想成真。虽然只是爬个高原的一个海子，可能在别人看来稀松平常，但是每个人的体力、身体健康程度都是不一样的。说着说着有点声情并茂啊，好像有点哽咽了，好奇怪。真有，那人还是500米。500米。最好一跳就跳回来。那这孩子要跳回来。不应该跑的，上面就是陡直的小悬崖。牛奶海，你究竟是什么样子？值得我热泪盈眶来看你一次。你们下来了。
啊。广州没有沙，知道吧？今天早上凌晨的5点多，宾馆里面跟自己打气，我说你一定可以的，你一定可以的。到了。我走吧。没到彩旗估计还有。去要登高了。对。我要到单一场。还有点也公道了。他的手机拍特别好看，拍到那个湖这边了。这个手机是才100。按不太住了。拿手机。我也不知道哪个。你就这样子吧。哪个这个吧？等一下啊。海拔4488米，我看官方说4600啊，我做到了，你也可以的，朋友，加油！人生路上，人生破浪会有时，直挂云帆破沧海。记错了，好像没念对。
哦，现在就是奔跑模式了，飞奔着，路上就不拍了，然后回到6点半回到景区出口应该是来得及的。这个口特别干，因为上面天气特别干燥，还是要涂一点唇膏的，朋友们。上面呢300米是那个五色海，我就不去了。如果没有这个旅行团等我的话，我还会上去。大同小异啊，跟这个牛奶海。但这里王炸的一个顶门柱就是这个牛奶海，整个稻城亚丁的王牌，就算是不虚此行了。现在才4点41哎，我爬到这里是下午2点40，是回去绰绰有余的时间。所以人们总是对那些不确定性感到恐惧、感到焦虑、感到压力。所以如果我们能把不确定的事情让它具象化一点，你的焦虑会减少。比如说你不知道你今天要做什么，你就细化出来。我想当一名文学家，我不知道怎么开始，那我就先写500字吧，小说也好，诗歌也好，散文也好。那么你想有一个健康的体魄，你不知道怎么开始，什么都别说，先把跑鞋穿上。一个东西一旦具体化，你的焦虑压力都会无形中消除的。你要输的呀，还该过路了，我才多少钱？对。朋友们，我上来这一路上，有人给我鼓励，也有人吓唬我。有一些人说还早着呢，还要后面的路更难走，全是那个爬山的阶梯，没有2个多小时你都不可能到。行不行的？算了，今天看不了大雪山了。操，新疆都没去，少林路都没去。哇，好深的峡谷呀！刚才一名阿姨，我听到她说，我都已经64岁了，这是我第2次来了，然后我一定要走到牛奶海。她第1次没有走到嘛，她第2次一定要走到。从这个服务站往上1公里到五色海，往前1公里到牛奶海。如果有时间充裕的话，2个海都可以看，其实大同小异了。上来虽然很慢，但是下去就很快了。
其实我差点就放弃在最难走那一段，我以为说接下来都是那种很陡的这个阶梯，其实你看啊，你走完这些比较陡的阶梯以后，站到上面豁然开朗了，那些都是平路啊，所以呢，不要被眼前的困难给吓住了，有可能就是柳暗花明又一村。我们看这个瀑布底下那些沙子或者沙石是白色的，像一条藏区的雪白的哈达，特别应景啊。高原反应大。人生伴随挑战、胜利、眷顾、拼搏，下去就不走回头路了，看不同的风景。当地人骑马或者骑摩托车的一条非游客路、非游客登山路啊，下来心情好好哎。3点都清场了，不是吗？啊，时间有点紧。是啊，清场。这种大树啊，叫方柏枝，像这棵这么粗的树龄都有500年了。除了一些这个杉树，还有就是这种柏枝能够在这个地方生长得那么高大，因为这个氧气含量低啊，所以它生长速度比平的地方慢了很多。突然觉得这条路好美啊，像是古时候的那个茶马古道的感觉。好粗这个树，我天啊！这棵更是古老啊，1200年的树。这个古树参天，一路上都是盘根错节的。回到贡嘎措了。刚才我们看到就是一个岩羊，啊，短短的几百米的话，一面陡直的山崖。是啊，看起来差不多。去问一下。如果这样一开。有模板了。下了点小雨。山坡上的石头房子，他们的家。刚才从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？休息一下。4点10分，洛荣牛场喝一瓶10元的脉动啊，回一回血，现在这个血量快见底了。洛家牛场。这家伙
就脑壳像心跳一样，一阵一阵的痛。从那个洛迦牛场回这里15分钟吧，坐这个车，然后再徒步500米下去坐那个景区大巴。1个小时的时间啊，从这个大巴的地方回到了景区游客中心，也就是香格里拉镇。如果这个时候再来一首朴树的《No Fear in My Heart》，我眼泪一定是泪如雨下。